干律师这个行业的，一定要特别小心，千万不要干一些违心的事。有些东西在人间是合格的，但是有些东西在法界是绝对放不过你。大家好啊，咱们又来说阴阳师的故事了啊。今天咱们说的是超度，普通的超度啊，其实没什么意义。咱们说点刺激的。我之前呢，在广东那边呢碰到一大姐，这大姐呢还跟我们家的一个亲戚还认识。这大姐是专门打刑法官司的啊，在当地很有名，尤其擅长打的是专门是把死刑犯给弄成死缓。成名之作就是一个死刑犯，然后二审的时候给改成无期，有还改成15年，这个确实很厉害，在当地是小有名气啊，挣钱挣喊了。他们那个小县城有一条街都是他们家的产业，你就想他挣钱挣了多少钱了。就也是互相朋友介绍啊，朋友介绍了之后呢，就说这个啥，哎，他这个算卦还不错，然后呢，你这个找他看看吧，最近不是老是倒霉吗？我一看，完蛋，因为这女的50左右的时候呢，所有的东西全败了啊，紫微上啊都已经写得特别清楚了，直接是地劫大运。那我跟你说，那之前的所有的漏全都在这一个月出了问题，而且呢还自己摊上了一个官司，自己摊上的官司吧。还属于是冤假错案啊，就按正常的判例来说呢，不应该这么判，但结果找到他这卡的时候就出问题了。二审的时候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好，所以他就觉得这怎么回事，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他觉得他自己也没干什么坏事，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，问题可就大了去了，这身上全都是不死不休的这个冤魂。我就说你干什么了？你看咱们还阴债是什么呢？就是死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的那个鬼，就是说你前一世出的问题啊。一般呢，那些鬼呢都已经在阴间待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了，说白了已经被苦惯了。你给点钱，他可能就算了。但是他身上的这个都是新鬼，这帮新鬼很难处理啊。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一个事儿啊，比如说人家借你100万不还，你是不是很生气？你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精神点，天天找他算账去？这个属于新仇，但是随着时间长了之后呢，怎么要都要不着钱，你自己也得活着呀，你自己还有一堆其他事儿呢。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就差不多隔三差五的时候就要了？如果再拖个10年20年，要不着的话，反正也恨这个人，但是也没工夫搭理他啊。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啊，仇恨这个等级啊，是随着时间的变长，你的这个仇恨就没那么恨了。啊，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它很耽误你，很影响你。时间长了之后呢，哎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了。但他这个呢，全都要10-20年之内新死的鬼，那我跟你说，那绝对是这个不死不休。就你看这个啥还阴债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是把对方的鬼给叫过来，你一叫过来之后，那直接这个脸色就不好，特别冲动。然后我就问你们这到底是啥情况？然后说他让我那个冤屈不能得雪。明明是那个人有错误，害我死了，因为他的原因，对方没有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。我们的家人也因为我死了，比如说收入下降，老婆孩子没饭吃，男性还算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了。男性死了之后，你一个女人自己养家，自己带孩子很麻烦。你要万一是带个小女孩，你说你再嫁多少还好点，对吧？你万一带一小男孩再嫁的话，那谁愿意养小男孩啊？那小女孩的话，大不了养大了之后，说白了，一嫁人，你还能拿了点彩礼。养一个儿子呢，又不是自己亲生的，那儿子又调皮捣蛋，到时候他结婚的时候，你还得给他准备一个婚房，你上哪去准备去？所以好多这种男性死了之后，女性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的，就特别的糟心。就因为鬼他是经常可以回家的，那说白了，人家的丈夫天天在家里看着自己老婆孩子这个以泪洗面，你说什么心情？就他们家的在法律上啊是这样，你把人弄死了，你一命还一命，但是实际上情况比这个要严重的多。你对人一个家庭的打击，因为你相当于是把人的顶梁柱给弄掉了，他们家的整个的生活全都出问题了。这种仇恨可不是说你杀死一个人，对吧？比如说你弄死一个老头老太太，可能子女是比较生气，不能尽孝了，但其实对整个家族来说不见得怎么样。尤其是像那种半身不遂的老头老太太，还需要经常照顾的，突然一下子跟人吵个架，然后给人气死了。咱不说人情方面，但从家庭经济上来说，
你不用去养他了，这反而倒是一件好事。但是你把人家这个家里的顶梁柱给干掉了，那么这事儿可就严重大了。那你想这个鬼能原谅他吗？根本就不可能原谅。这是我有史以来做了一件很错误的事情。后来呢，我一看这没办法，我就说从法律上来说啊，你替这个犯罪分子去辩护是符合人间法律的，但是符合人道规则可不见得符合天道规则。因为天道上认为的是你在助纣为虐，这个是大事儿。我在这卡特地的去跟大家说啊，做律师的，你接案子的时候最好是接那种是什么替别人伸冤，你记住你是长功德的。你替犯罪分子辩护，你在人法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在天道上是不容的，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扣你福报，很严重的一件事情，不要开玩乐啊。包括你看咱们就医院堕胎，妇产科的医生堕胎符不符合人间法律呢？符合人间法律。而且说白了，很多女生她不小心怀上孕了，她不想生，还没做好当妈妈的准备的，你让她去当妈妈，其实说白了是帮她，但是在天道上来说，这个是不行的，你要付出的代价非常非常的严重。这个我们下集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东西有这种故事，非常非常恐怖啊，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所以的话是这样的，很多东西属于是叫人间合法，但天道不合法。比如说你看妓院啊，有些国家像新加坡、德国、丹麦，还有像日本都有这种红灯区，卖淫算是合法的，这叫人间合法，但天道是不允许的。包括你看像澳门，包括马来西亚的云顶都有赌场，政府是允许的呀，但是天道上是不允许的。能挣这份钱的那都不是一般人，说白了福报是非常大的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没招了，谈不了，死活谈不了。因为当时属于是19年，我就缺钱，我又想做这门生意，我又想解决这问题。后来讲了一招，强行让仙家把他的那个债主给抓住，抓住之后呢，直接扔到寺庙，强行投胎。有怨气我也不管了，强行投。只有用这种方法，因为说白了，人家讨债天经地义。但是呢，事主求到我这儿来了，我就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，没招了，劝不动啊。给钱人家根本就不要，火气正旺着，然后呢，直接让他压着那个北京西边那个寺庙，直接压到那坎去之后，不愿意就强行踹到轮回门里面去，只有用这种方法。他投完胎之后，10年后、20年后长成人了之后，他碰着这女的之后，觉得这老太太啊，因为他现在50了，然后这孩子长大了20岁，碰着一个70岁的老太太，他一看这老太太就很烦，就想下手，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可能会出现，那这个东西我也管不了，我只管你这一世，你下一世你们俩有什么情况，我实在是管不了，你就自求多福，你自己该忏悔忏悔，该去补偿人家该去补偿人家。如果你自己又不忏悔又不补偿，你又拿了这个属于是昧着良心的钱，那就没办法。在给他处理完这个事情之后，我自己还受了点处罚，因为这有点强行干涉人家了啊，但是没办法，那个时候太穷了。然后呢，必须得挣这份钱，这不挣这份钱的话，这个月能不能活得下去不知道。也是用了一种方法，就是说我也没改变你们之间的因果，只是说白了延后一下，下辈子再碰着之后你把他掐死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，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反正我就保你这辈子啊，这辈子你求到我这坎的话，我就保你这辈子，然后我不改变你因果，只是延长你的报应期。这女的呢，就弄完了之后啊，马上就舒服很多了，算是过关了。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？这个女的的福报基本都毁了。我是前几年啊，我还听说这女的混得很不好，她福报没了，这个我没办法去弄啊，因为说白了，你属于是干了是违背天道的事儿啊，你福报出问题，那就你自己硬扛。你想碰着好事儿，你也别想，像投资了一些东西，估计也都赔了差不多了。他那一条街原来是他的，估计现在至少半条街都没了。未来他一定还会有很多因果业力病，这是跑不掉的啊！所以呢，这个女的话只能帮到这行了。我只能说是让你不至于出横事儿，但是你自己做的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这个东西没办法。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这个尤其是干律师这个行业的，一定要特别小心，千万不要干一些违心的事。有些东西在人间是合格的，但是有些东西在法界是绝对放不过你的。今天咱们就讲到这行啊，欢迎大家追番、点赞、收藏、分享，谢谢大家啊！大家有任何问题一定给我留言啊，留言之后我一定100%都回复。好，大家再见。